我被心爱的人一刀捅向狗界，历经100年，终于成为一方鬼帝。可校花在觉醒契约时，却意外把我召回人间。此时班级里的同学个个目瞪口呆。李素，你们有没有感觉这鬼怪长得跟咱们班的李素很像？不会吧，李素同学不是7天前被鬼怪杀死了吗？样子倒是很像，但是气质却完全不同。话说今日好像是李素的头七吧，这该不会会混了吧？其中最为震惊的莫过于柳青玉本人了。只见他目光呆滞地问道：“你该不会真是李素同学吧？”我迷茫地扫视着整个课室，当我的目光从一个个人身上掠过之后，脸上的迷茫渐渐变成了震惊。这里是天宇第一中学高3 1班，你是柳青玉，还有李二鸣、赵小小、陈实。你真的是李素同学？课室里的人全部屏住呼吸，等待着我的回答，却只见我缓缓低下头，然后单手捂着脸，身体在微微颤抖着，略癫狂的笑声随之传出。哈哈哈，我回来了，我居然回来了！虽然实力变弱了很多，但是能回到人类世界就好，这样一来我的仇就能报了。我猛地抬起头，满脸疯狂地笑道：“很久不见啊，各位亲爱的同学们，我是李素。”听到我的话，同学们纷纷倒吸一口凉气。死掉的同学以鬼怪的身份再次出现，这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恐惧起来。被吃掉一条手臂的还在堵门的大胖子仿佛看见了救命稻草，冲着我那里大喊起来：“李素同学，赶紧救救我！门口处还有一只鬼怪呢！能挡住这个鬼怪吗？”我瞥了他一眼，下一刻我出现在鬼怪身前，我的拳头犹如闪电般击中鬼怪的身体。很快，鬼怪无力地倒在地上，整个课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同学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我慢慢转过身，看着同学们：“各位，我要开动了。”开动什么？我嘴角微扬，走到鬼怪身前，张大嘴巴一口把鬼怪给吞了。丁，吞噬地级鬼怪1只，获得1次地级强化。听到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，又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有所提升，我忍不住咧嘴一笑。系统还在就好，还以为回到人类世界之后系统会消失呢。有系统在，只要不停地吞噬下去，我很快就可以恢复原本的实力。同学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柳青玉的脸色苍白，他不敢相信自己曾经和这个恐怖的存在交过朋友。课室里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氛，我露出一个自认为很友善的笑容。大家不用害怕，你们不是我的菜，我一般不吃人的，何况我现在是柳大校花的契约鬼怪，理论上来说我是站在人类这边的，当然前提是没有不长眼的人来招惹我。看着被吓傻的同学们，转身走出课室，柳青玉快步追上去。你真是我的契约鬼怪？当然，你难道没有感觉到我们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吗？的确感觉到自己跟你有着一种不清不明的联系，但是我并不能控制你，为什么？呵呵，控制我？没有人能控制我。但你是我的契约鬼怪，你应该完全服从我这位御鬼师的命令。谁说的？书上说的。书上的东西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。话毕，我再次抬脚往前走去。柳青玉看着我的背影，再次尝试发出指令让我停下，但是我依然可以一步步往前走，站在原地沉吟片刻。柳青玉连忙追上我，带着满脸的疑惑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？”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疑问，但是请你先不要问，等我把事情办完后就告诉你。办什么事情？去报个仇。我的眼中闪过一丝冰冷。柳青玉被我的语气和表情吓到，柳青玉一直跟在我的身后，走到高3 9班门前，课室门缓缓打开，还没等他们看清楚里面的情况，就传来惊恐的叫声和哭声。鬼怪来了！救命啊！为什么选中我们班？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我们都会被鬼怪吃掉的。咦，不是鬼怪，不对，那个好像是高3 1班的李素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刚刚松了口气的同学们又满脸的惊疑不定。我踏入了课室，缓缓问道：“叶子嫣在吗？”随着声音落下，课室里的人纷纷把目光移到一位楚楚动人的女生那里。李素，你是怎么回事？居然变成了鬼怪！课室里的人纷纷惊呼起来。我快速扫视了一眼其他人之后，把目光锁定在叶子嫣身上。我缓缓地走到叶子嫣的面前，伸手抓住了她的脖子，手指紧紧地扣住她的喉咙。叶子嫣艰难地开口问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还装？别人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我非常清楚，御鬼师叶子嫣。课室里的人疑惑地看着我，叶子嫣脸上闪过一个若有若无的笑容，然后又装作很痛苦地说道：“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”呵呵，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装，有意义吗？把你的契约鬼怪放出来吧。李素，你在干什么？赶紧住手！你生前不是一直在追求叶子嫣吗？还有他总是帮助身为孤儿的你，为什么要杀他？难道是因爱生恨吗？难道变成鬼怪之后你的良心消失了吗？你给我住口！你知不知7天前我为什么死？就是因为那天晚上叶子嫣假借交往之名将我约至烂尾楼，我满怀期待时，一只鬼怪突然出现扑向叶子嫣，我奋不顾身挡在他面前，被鬼怪捏碎全身骨头。我剩下最后一口气之时，他突然出现，给我说谢谢我，让他体验到了被人奋不顾身保护的感觉，还说那个鬼怪是他的契约鬼怪。我拼命保护的人居然是一个变态，为了体验被人保护的感觉而活生生的把他折磨死了。赶紧把你的契约鬼怪叫出来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知道你死得很惨，如果杀了我能让你心里舒服点的话，那你就杀吧。好，那你就去死吧。我不再废话，手指逐渐用力，突然课室的墙壁出现了一个大洞，一位手持长枪
浑身被黑色铠甲包裹的人撞墙而入。随后，又有一位青年从墙壁上的洞跳进课室。抱歉，我来晚了，同学们都没事吧？你最好别多管闲事，不然后果会很严重。哦，有多严重呢？这是我的契约鬼怪，等级是 B 级，但是却拥有与 A 级鬼怪抗衡的实力。你觉得有他在，我能有什么后果？话说，我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他是李素，我们学校的学生，7天前就死了。你居然变成了鬼怪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不过就算你曾经是这里的学生，我还是要把你给杀了，毕竟你现在是鬼怪。随着话锋一转，持枪黑甲人往前走了一步，爆发出阴冷的气息。柳青玉赶紧开口：等一下，李素现在是我的契约鬼怪，还有李素帮我们杀了入侵学校的那只鬼怪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放他一条生路吧。你现在把他带走。李素，要不我们走吧？你在干嘛？控制契约鬼怪只需要一个念头，你为何一副征求意见的样子？因为他控制不了我。喂，你确定要管闲事吗？那个人我今天杀定了，谁阻碍我，我就杀谁。呵呵，同学抱歉了，你这只鬼好像不听话，并且很危险呢，我只能杀了他。此时的高3-9班内玉鬼师冷笑一声：去吧，黑雾。随着话音落下，持枪黑甲人瞬间释放的黑雾幻化成5个分身。我嘴角勾起不屑的笑容。当5把长枪终于接触到我的身体时，我身体爆发出一股强烈的乌光，眨眼间就把黑雾给吞没。整个过程快得令人无法反。当众人再次看到我时，我已站在原地，带着回味无穷的笑容舔着嘴唇。玉鬼师青年愣愣地看着这一幕。你怎么会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实力？那可是足以抗衡 A 级的鬼怪啊！不对，刚才的战斗应该只是我的一个错觉。你怎么能抗衡得住黑甲人的全力一击呢？课室内陷入了短暂的寂静。突然，叶子嫣露出兴奋的笑容，双眼放光地说道：太好玩了，变成鬼怪的你居然这么强大，实在是太让人兴奋了，我亲爱的李素同学。课室内的人这时纷纷错愕地看着叶子嫣。此时叶子嫣身上散发着浓郁的鬼气，甚至比刚才那只 B 级鬼怪还要恐怖。玉鬼师青年也被这股恐怖的鬼气惊醒，他猛地看向叶子嫣身旁，只见一个被浓郁鬼气包裹的高大身影出现在他身旁。 S 级鬼怪，眼力不错，这是我的契约鬼怪 S 级的4臂青鸟。李素同学，你又给我带来了意外惊喜，请你再让我杀一次好吗？随着叶子嫣的话落下，他身旁的鬼怪也完全显露出来，一股强大到令人战栗的压迫感也随之出现。4臂鬼怪扫视了一圈，缓缓开口说道：主人有何吩咐？叶子嫣舔了舔嘴唇，用兴奋到颤抖的声音说道：那晚被你杀掉的人变成了鬼怪哟，就在我们面前，是不是很意外，很有趣？我就说为什么感觉这个人有点熟悉，原来是他。那接下来主人打算怎么玩？再次把他的全身骨头捏碎吗？让我想想，不如今天我们玩点别的。李素同学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游戏名字叫大屠杀，游戏规则也非常简单。我接下来不会攻击你，但是我会对学校内的人进行屠杀，看看你能把多少人救出学校。如果超过10个，就算你赢。这个真的还是他们认识的叶子嫣吗？居然说出这种话。没兴趣，你想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，这与我无关。我现在只想杀了你。好无情啊！看来变成鬼怪之后，你的性格也改变了呢。叶子嫣微微一笑，突然伸手对着一位同学隔空点了一下，一团青色的火焰瞬间把那位同学包裹住，凄惨的叫声也随着传出。变成火人的同学在地上打滚，四周的同学纷纷后退。我静静站在原地，连看都没有看一眼。柳青玉满脸愤怒地指着叶子嫣：快点住手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的同学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刚刚不是已经说了吗？玩游戏啊！不过这游戏好像玩不成了，因为李素同学根本不在乎同学们的死活。说着，叶子嫣叹了口气，露出可惜的表情。柳青玉突然抓住我的手臂，大声说道：赶紧去救人，求求你了！没用的，那可是 S 级鬼怪，这是无法战胜的存在，甚至不用这鬼怪出手，叶子嫣就能凭着鬼怪共享的力量把全部人杀了。听到玉鬼师的话，所有人都绝望了。我眼睛微微一眯，然后身影凭空消失，下一刻就出现在地上打滚的同学旁边。啪！一脚踢出，把地上打滚的同学踢飞至几米外，昏死了过去。而对方身上的火焰也随着这一脚消失了。叶子嫣微微一愣，然后像是发现了喜欢玩具的小孩子一样笑了起来。看来李素同学是嘴硬心软啊，这么一来大屠杀游戏就可以玩了。别误会，我只觉得太吵了，所以让他住口而已。是吗？叶子嫣眼珠子一转，再次抬手指向其他同学。不等他出招，我身影一闪出现在他面前，轰出一拳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叶子嫣的契约鬼怪交叉着4条手臂挡在他面前。不过他低估了这一拳的威力，3米高的身躯被恐怖的力量轰飞，连带着叶子嫣一起把课室的墙壁撞出一个大。哈哈哈，李素同学你真的太出人意料了，居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。主人，这个家伙很强，应该也是 S 级。那太好了，这样更加好玩。你去跟他玩，我去杀人。得到命令之后，4臂青辽立即走向我，每走一步身上的气势就增强1分。在4臂青辽的气势下，全校师生都感觉肩上如同背负着一座山，呼吸也变得困难。我瞥了一眼柳青玉，随后淡淡开口说道：我一时半会儿解决不掉这只 S 级鬼怪，叶子嫣就交给你了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
靠，我不会跑的，李素同学放心好了。有大校花，李素同学说把我交给你呢，你要怎么做呢？啊，大哥，我打不过他，你没看见他刚刚会使用青色的火焰吗？白痴，你是御鬼师，可以共享契约鬼怪的10%力量。哦，对哦，那你赶紧把力量共享给我啊！可是对方共享的是 S 级鬼怪的力量，也不知道你共享给我的力量有没有他强大。马上你就知道了。随着我的话音落下，一股力量如洪水般涌进柳青玉体内。柳青玉握紧拳头，对着空气打出一拳，白皙的拳头与空气摩擦发出音爆声。柳青玉难以置信地愣在原地。这就是李素同学10%的力量吗？好厉害，感觉一拳可以打死10头牛。就在柳青玉震惊之时，叶子嫣突然出现在一位同学面前，不由分说的抬脚踢过去。柳青玉身影一闪，挡在叶子嫣面前，全力轰出一拳，拳头与脚相撞，一阵剧痛从脚上传来。叶子嫣被强大的力量击退，课室里的人惊呆了，他们想不到柳青玉也这么强大，居然一拳就打退了叶子嫣。你们还愣着干嘛？快点离开这里啊！柳青玉回头大喊一声，同学们立即拼了命的往课室外跑。跑不掉的。叶子嫣狰狞一笑，身上燃烧起青色火焰，随后抬手一挥，青色火焰化作一条条青蛇扑向逃跑的同学。柳青玉咬了咬牙，挡在同学们面前，疯狂挥动双拳击打火焰，所有的火焰青蛇都被拳头打散，同学们也成功退出了课室。叶子嫣满脸震惊地看着他，你居然不受火焰影响，这些可不是普通的火焰，就算是 S 级鬼怪碰到也会受到影响，而你却毫发无损。区区轻言而已。我瞥了一眼两女方向，淡淡开口。下一刻，我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面前的四臂青辽打飞。轰隆！教室外墙破开大洞，四臂青辽被打飞出课室外面。他凌空而立，站在7楼外。我瞬间闪现到四臂青辽面前，双方没有废话，立即进行了激烈的战斗。然而，这场战斗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四臂青辽就像一只破碎的娃娃般，无力地从高空中坠落。我静静站立在空中，俯视着四臂青辽。区区 S 级鬼怪都要这么久时间才搞定，我的力量已经10不存1了。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有系统在我很快又可以重回巅峰，甚至比原来更强。等着吧，那几个掠夺我力量的家伙，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。此时外面的战斗结束了，但教室里面的战斗却还在继续。我在这里哟，柳青玉同学。挑衅的声音响起，叶子嫣身影闪入一间教室内，抬手就把一位同学的脖子扭断。柳青玉带着满腔怒火挥出一拳，然而在他的拳头马上要碰到叶子嫣之时，叶子嫣随手抓住一位同学挡在自己面前。可惜了，如果刚才你不收拳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被你重创，而现在你不但没有伤到我，也没能救下这位同学。话毕，叶子嫣把身前的尸体踢到柳青玉面前，随即闪身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柳青玉。你很生气吗？但是又能怎样？原本你是有能力打败我的，但是却因为对弱者的怜悯而被我重伤，真是可惜了呢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杀害无辜的人？因为好啊。呵呵，你是恶魔吗？你比起那些吃人的鬼怪还要可怕。谢谢你的称赞。叶子嫣轻笑一声，抬手对着教室内的同学挥出大片青色火焰。柳青玉瞳孔猛地一缩，正要前去救人，却被叶子嫣挡住了去路。看着你这副着急又无能为力的样子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啊，你这个恶魔，我要杀了你！柳青玉怒吼一声，带着无尽的怒火挥出一拳。这突如其来的一拳，让叶子嫣感受到了死亡。正当叶子嫣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，一只强而有力的手抓住了柳青玉的拳头，让他的拳头不能前进半分。我只是让你帮我看着他，不要让他跑掉，没让你杀他。眼见自己不用死，叶子嫣又笑了起来。李素同学，你果然还是爱我的。话没说完，叶子嫣就被我反手一巴掌甩飞出去。从地上爬起来之后，叶子嫣看见地下如死狗般的四臂青辽时，瞳孔猛地一缩。如此短的时间就把 S 级的四臂青辽打败了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恐怖的存在啊！救命啊！都给我闭嘴，吵死了！我眉头一皱，右脚微微一跺，那些被叶子嫣挥出去的青色火焰全部消失。与此同时，教室内的同学纷纷闭上嘴巴，就算身体传来剧烈的痛楚，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见此一幕，柳青玉松了口气。为什么要救他？因为我要让他亲身体验全身骨头被捏碎的感觉。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你真的忍心这样对我吗，李素同学？我一声不吭地来到叶子嫣面前，只见叶子嫣眼中闪过一抹狡诈，然后快速闪身到一位同学身后。但是下一幕，我直接穿透了这位同学的身体，噗嗤，咔嚓，穿透的声音和骨头碎裂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。叶子嫣捂住断裂的左肩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我说过，谁阻碍我杀你，我就会把那个人杀了。别把我和柳青玉混淆在一起，你这招对我没用。我是鬼怪，不是人类。说话间，我将叶子嫣的双腿和双脚打断，叶子嫣疼得不断地在地上痛鸣。你先在这里等等，我把你的契约鬼怪全身骨头捏碎之后再来招呼你。你为什么要杀人？再不去给他治疗，就真的死了。闻言，柳青玉猛地看向被贯穿身体的同学，发现对方的伤口被一团鬼气护住。柳青玉立马叫上几位同学跑过去进行急救。我瞥了一眼柳青玉之后，一步步走到四臂青辽身旁，然后抬起脚把对方的骨头一寸寸踩断。感觉如何？不过无趣。我张开嘴巴，
一口把四臂清疗吞掉。丁，吞噬 S 级鬼怪一只，获得一次 S 级强化。不愧是 S 级鬼怪，比起刚才的 D 级和 B 级所提供的强化程度要高出千倍百倍。随着四臂清疗被吞掉，共享给叶子嫣的力量也随之消失。没有了共享力量的加持，叶子嫣变回了普通人类的身体素质。四肢上传来的痛楚让她失声痛哭起来。李素同学，求求你不要这样对我！呜呜呜，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吧！只要你放过我，我以后对你唯命是从，什么都听你的，你就是我的主人。这么快就撑不住要求饶了吗？才刚刚开始呢。一阵阵骨头碎裂的声音在教室内响起，虚弱的惨叫声让同学们肝胆俱裂，一个个闭着眼睛不敢去看。我用鬼气护住快要不行的叶子嫣，声音沙哑地说道：好玩吗？你现在终于感受到我之前所受的痛苦了吧？是不是很好玩？此时的叶子嫣目光呆滞，眼中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光彩。听到我的话，她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。我眼睛一眯，把叶子嫣身上的鬼气撤掉。下一刻，失去鬼气护体的叶子嫣彻底没了生命气息。看着已经断气的叶子嫣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沉默地走出教室，来到楼顶。晚风吹过我的脸庞，我缓缓说道：有什么想问就问吧。你死掉的这7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7天，对于你们来说我只是死了7天，但是我却已经死了10年。我被叶子嫣杀死之后，不但变成了地级鬼怪，还出现在100年前的鬼界。之后的时间里，我建立了自己的势力，成为了鬼界一方霸主，鬼称暴尸鬼帝。但是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我被3巨头合力镇压，并且疯狂掠夺力量。就在我以为自己会死掉之时，你把我召唤到人类世界。听完我的话之后，柳青玉脸上的表情丰富至极，嘴巴变成 O 型，眼睛几乎要瞪出来。我静静看着对方，缓缓开口：还有什么想问吗？啊？你是怎么做到只用了10年就成为了鬼界4巨头之一？按理来说，鬼怪在鬼界拼杀了上百年才成为 S 级的，能成为鬼界一方霸主的最起码要有 SSS 级的实力，而要成为鬼界巨头之一，这怕是要拥有碾压 SSS 级的实力吧？正常来说，当然不可能只用10年时间就成为鬼界4巨头，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的能力。什么能力？你有见过别的鬼怪吞食自己同类吗？此话一出，柳青玉好像明白了什么。看着柳青玉的表情，我嘴角微扬。系统的事情我不准备说出来，但是吞噬鬼怪这件事也必须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不等柳青玉开口，我继续说道：我可以通过吞噬鬼怪让自己快速变强，所以我才能在短短的10年内成为鬼界4巨头。等等，你不是说鬼界的另外3巨头也掠夺你的力量吗？那岂不是说他们也拥有这个能力？我被心爱的人一刀捅向鬼界，历经100年终于成为一方鬼帝。可校花在觉醒契约时却意外把我召回人间。此时外面的战斗结束了，但教室里面的战斗却还在继续。我在这里哟，柳青玉同学。挑衅的声音响起，叶子嫣身影闪入一间教室内，抬手就把一位同学的脖子扭断。柳青玉带着满腔怒火挥出一拳，然而在他的拳头马上要碰到叶子嫣之时，叶子嫣随手抓住一位同学挡在自己面前。可惜了，如果刚才你不收拳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被你重创，而现在你不但没有伤到我，也没能救下这位同学。话毕，叶子嫣把身前的尸体踢到柳青玉面前，随即闪身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柳青玉。你很生气吗？但是又能怎样？原本你是有能力打败我的，但是却因为对弱者的怜悯而被我重伤，真是可惜了呢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杀害无辜的人？因为好啊。呵呵，你是恶魔吗？你比起那些吃人的鬼怪还要可怕。谢谢你的称赞。叶子嫣轻笑一声，抬手对着教室内的同学挥出大片青色火焰。柳青玉瞳孔猛地一缩，正要前去救人，却被叶子嫣挡住了去路。看着你这副着急又无能为力的样子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啊，你这个恶魔，我要杀了你！柳青玉怒吼一声，带着无尽的怒火挥出一拳。这突如其来的一拳，让叶子嫣感受到了死亡。正当叶子嫣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，一只强而有力的手抓住了柳青玉的拳头，让他的拳头不能前进半分。我只是让你帮我看着他，不要让他跑掉，没让你杀他。眼见自己不用死，叶子嫣又笑了起来。李素同学，你果然还是爱我的。话没说完，叶子嫣就被我反手一巴掌甩飞出去。从地上爬起来之后，叶子嫣看见地下如死狗般的四臂青鸟时，瞳孔猛地一缩。如此短的时间就把 S 级的四臂青鸟打败了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恐怖的存在啊！救命啊！都给我闭嘴，吵死了！我眉头一皱，右脚微微一跺，那些被叶子嫣挥出去的青色火焰全部消失。与此同时，教室内的同学纷纷闭上嘴巴，就算身体传来剧烈的痛楚，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见此一幕，柳青玉松了口气。为什么要救他？因为我要让他亲身体验全身骨头被捏碎的感觉。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你真的忍心这样对我吗，李素同学？我一声不吭地来到叶子嫣面前，只见叶子嫣眼中闪过一抹狡诈，然后快速闪身到一位同学身后。但是下一秒，我直接穿透了这位同学的身体，噗嗤，咔嚓，穿透的声音和骨头碎裂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。叶子嫣捂住断裂的左肩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我说过，谁阻碍我杀你，我就会把那个人杀了。别把我和柳青玉混淆在一起，你这招对我没用。我是鬼怪，不是人类。说话间，我将叶子嫣的双腿和双脚打断。
叶子嫣疼得不断的在地上痛鸣。你先在这里等等，我把你的契约鬼怪全身骨头捏碎之后再来招呼你。你为什么要杀人？再不去给他治疗，就真的死了。闻言，柳青玉猛地看向被贯穿身体的同学，发现对方的伤口被一团鬼气护住。柳青玉立马叫上几位同学跑过去进行急救。我瞥了一眼柳青玉之后，一步步走到四壁清疗身旁，然后抬起脚把对方的骨头一寸寸踩断。感觉如何啊？不过无趣。我张开嘴巴，一口把四壁清疗吞掉。丁，吞噬 S 级鬼怪一只，获得一次 S 级强化。不愧是 S 级鬼怪，比起刚才的 D 级和 B 级所提供的强化程度要高出1000倍100倍。随着四壁清疗被吞掉，共享给叶子嫣的力量也随之消失。没有了共享力量的加持，叶子嫣变回了普通人类的身体素质。四肢上传来的痛楚让她失声痛哭起来。李素同学，求求你不要这样对我，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吧，只要你放过我，我以后对你唯命是从，什么都听你的，你就是我的主人。这么快就撑不住要求饶了吗？才刚刚开始呢。一阵阵骨头碎裂的声音在教室内响起，虚弱的惨叫声让同学们肝胆俱裂，一个个闭着眼睛不敢去看。我用鬼气护住快要不行的叶子嫣，声音沙哑的说道：好玩吗？你现在终于感受到我之前所受的痛苦了吧？是不是很好玩？此时的叶子嫣目光呆滞，眼中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光彩。听到我的话，她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。我眼睛一眯，把叶子嫣身上的鬼气撤掉。下一刻，失去鬼气护体的叶子嫣彻底没了生命气息。看着已经断气的叶子嫣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沉默地走出教室，来到楼顶。晚风吹过我的脸庞，我缓缓说道：有什么想问就问吧。你死掉的这7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7天，对于你们来说我只是死了7天，但是我却已经死了10年。我被叶子嫣杀死之后，不但变成了地级鬼怪，还出现在100年前的鬼界。之后的时间里，我建立了自己的势力，成为了鬼界一方霸主，鬼称暴食鬼帝。但是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我被3巨头合力镇压，并且疯狂掠夺力量。就在我以为自己会死掉之时，你把我召唤到人类世界。听完我的话之后，柳青玉脸上的表情丰富至极，嘴巴变成 O 型，眼睛几乎要瞪出来。我静静看着对方，缓缓开口：还有什么想问吗？啊？你是怎么做到只用了10年就成为了鬼界4巨头之一？按理来说，鬼怪在鬼界拼杀了上百年才成为 S 级的，能成为鬼界一方霸主的最起码要有 SSS 级的实力，而要成为鬼界巨头之一，这怕是要拥有碾压 SSS 级的实力吧？正常来说，当然不可能只用10年时间就成为鬼界4巨头，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的能力。什么能力？你有见过别的鬼怪吞食自己同类吗？此话一出，柳青玉好像明白了什么。看着柳青玉的表情，我嘴角微扬。系统的事情我不准备说出来，但是吞噬鬼怪这件事也必须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不等柳青玉开口，我继续说道：我可以通过吞噬鬼怪让自己快速变强，所以我才能在短短的10年内成为鬼界4巨头。等等，你不是说鬼界的另外3巨头也掠夺你的力量吗？那岂不是说他们也拥有这个能力？我在睡梦中成功完成10万次完美犯罪，一个简单的细节漏洞我都能直指罪犯。本该成为完美犯罪王的我，毕业后却加入了刑侦大队。刚从梦中醒来的我，呼出一口浊气。终于结束了10万起案件，每次都需要逃脱追捕，从最简单的打架斗殴到连环杀人，小到5秒开锁、赌场老千，大到心理侧写、驾驶战斗机，全部都已经掌握于脑海之中。还不等我感叹完毕，同宿舍的好友王虎早早穿戴好实习警官服，拍打着我的床边催促道：无名哥，快别睡了，今天是我们去刑侦大队实习报道的日子，第一天可别迟到，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啊。我迅速洗漱完，开始穿戴实习警服，便同王虎向刑侦大队走去。魔都淮海区刑侦大队，由于这是一个区属组织架构，所以刑侦大队同样负责缉毒责任，并未再额外开设禁毒大队。刑侦大队的局长办公室内，林天翻阅着个人档案，略微看了数秒后，看向面前的2人微笑道：苏无名和王虎，欢迎加入淮海区刑侦大队。目前你们还在实习期，等你们在警校毕业后，将会自动转为见习期。1年的见习期内，只要不犯什么大错误，便可以直接转正，有立功情况更能够提前转正。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林天看向没有立刻回答的我，挑了挑眉继续道：苏无名，你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报告林局，我希望您能将我派往一线，直接参与各种刑事案件的侦破，在实践中进行学习。苏无名，一般来说，刚入职的实习警察绝对要经过查看卷宗，做些杂事来磨练心性，不可能直接被派去一线。报告林局，如果不能第一时间参与案件，做那些毫无意义的杂事，那还不如摇身一变成为史上最完美的罪犯。你这小子真好大的口气，看在你成绩的面子上，今天下午刚好有个抓捕任务，我让小徐带你们去，虽然不算什么大案，但也能让你们见见世面了。林天一马当先走出办公室，来到办案区，看向刚布置完抓捕任务的徐长胜，不容置疑道：小徐，
我这边送2个新人给你，今后就由你来带他们。下午的抓捕任务也让他们参与下，明白我们真正的刑侦大队是怎么做事的。明白了，师傅，你们2个跟我来吧。虽然距离既定抓捕还有几个小时，但我们得先去蹲点才行。说完之后，徐长胜便带着我和王虎2人离开，准备进行本次的抓捕计划。随着我们3人离去，林天走到一名办公室女警员旁边，皱眉询问道：小李，那起5.13魔都大学碎尸案是不是要过追诉期了？是的，林吉，从第一次立案到现在，已经快20年了，只剩2个月就超过追诉期，案件细节已经5年没更新，彻底成为了我们淮海区最大的悬案之一。帮我办下追诉延长手续，只要我还在1天，这个案件就要无限期的追诉下去。我不容许做出这么恶劣分尸案的凶手能因为案件追诉期过去，轻松毫无负担的逍遥法外。而且我相信这世界上绝不存在完美的犯罪，我们肯定只是没有抓到最重要的证据。徐长胜一边朝自己的私人车走去，一边讲述着本次抓捕。本次抓捕是针对4号毒品交易，按照线人情报，买家打算购买5手的4号毒品，这都已经25克了。至于卖家的话，已经是2进宫的老油条了，这次再进去，估计也得牢底坐穿了。买家和卖家属于第一次交易，2人并不熟悉。他们安排的交易地点在中山路步行街，游客众多，人流量大，能够极好的掩盖他们行踪，这都是老油条的手段啊！来上车，除了我们3个之外，还有10多个人一同参与本次缉捕，届时会隐藏到各个角落和地方，你们2个人就跟我在一起。明白。把这2个耳麦隐藏好带上，等会所有的抓捕行动都将会在频道中第一时间沟通，以免发生什么意外。我们现在刚好停在路口中间，你们2个现在这样看过去，能不能发现有多少是我们的人？刚好你们还没见过他们，让我看看在侦查这个科目上，你们究竟合不合格。此话一出，我朝着前面的街道看去，仔细观察着小摊和店家，甚至是旅游团里的游客。不过他们都隐藏得很好，你们才刚入职实习，没看出也很正常了。毕竟如果你们能这么快的看出来，那鱼儿不也可能会被惊走了？那不就4个？这条主街道上面一共有4个我们的人。小明，你不会是蒙的吧？4个，你能说出是哪4个人吗？第一位就是街道中心的那个水果摊，在遮阳伞下不推销，只顾四处张望，太明显。第2位则是便利店里的顾客，买关东煮和啤酒做掩护，却只吃关东煮不碰啤酒，很可疑。第3位乃是最远处的导游，进虽举旗待客进店，却在该股东消费时出来透气，不正常。第4位隐藏的最好，离我们最近，专门拦截车辆不让进入步行街保安，虽然外形和动作上没有大问题，但神情却出卖了他。那个保安神情有什么不对？胜哥，你知道真正的路口保安是什么样的吗？应该是不耐烦和暴躁，就连半句话都不想说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耐心的给那些车子指明停车场。当然可以解释为工作第1天，还没经历过这种枯燥工作的毒打，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，但其脸上也没有任何的生涩和紧张表情。这多种细节叠加，足以证明其身份。我说的对吗，胜哥？听完这一番分析后，徐长胜用仿佛看怪物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而后连忙按下微型耳麦，没好气的吼道：老陈，卖水果就好好卖，别顾客来了都不理。小许，把你桌面上的啤酒扔了，换成可乐，时不时的给我喝2口。还有阿奇，当导游时候要给游客适当讲解下，而不是明晃晃的站在店门外。最后就是老林了，当保安要报噪点，你别那么耐心了，哪有保安能耐心给车主回答问题啊？你们这样伪装鱼都被吓跑了。4位正在便衣的刑警不约而同的虎躯一震，纷纷开始调整姿态和神情。听完徐长胜的咆哮，坐在后排的王虎早已张大嘴巴，眸中满是震撼和不解。无名哥，你这咋看出来的？为什么我看过去都没啥问题啊？那些小动作正常人也会有吧？难道说我不适合当刑警？多观察，多分析，多学多看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也能看出其中的门道。胡子，别怀疑自己了，并不是你不适合当刑警，只是苏无名太适合了。好了，下车吧。按照交易的时间，那2只鱼还有1个小时来。穿越丧尸爆发的前3天，我没有囤任何食物，而是疯狂囤了满满6冰箱的保鲜鸭血，只因我是一只千年僵尸王，被踢到这。天道，你这个傻叉，你大姐将至把我劈来干什么玩意？大道50，偏眼49，遁去其一。我给你安排了家人，马上来接你了。狮王，好生体会7情6欲。此时，距离我租住的单身公寓相隔1条街的便利店中，顾言和队友们迅速解决掉附近的丧尸。队长裴景修说道：顾言，我们先说好了，这次救完人，咱们立即就往云山基地去，不能再耽搁了。放心，我就只有个弟弟在江城，父母都在 B 市。有顾言的佛系异能，加上裴景修的风系异能，2人不到1个小时便赶到了我的住所。弟弟，我来了，快开门！
我听着屋外的喊声，迟疑了一瞬后，才走过去把门打开。开门就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男人。小说世界的男主，难道天道这一切处心积虑的安排，是希望自己能出点力，为天道之子保驾护航？可天道的算盘打错了，我可不是能被人使唤的存在，我不会离开这里。顾金，你是不是担心你储存的物资没办法带走？你放心，我们小队里有空间异能者，他的随身空间可以放很多东西，而且他空间里的食物不会过期，放进去时什么样，拿出来还是一样新鲜。我们只要储存的物资够多，就可以吃很长时间。随身空间不会过期，保持新鲜，而且我放在冰箱里的鸭血数量有限，吃不了太久。跟他们这个移动冰柜走也不是不可以，那就让你们有空间的人来帮我装东西吧。弟弟，你这是同意跟我们一起走了？我们的空间异能者正在附近收集物资，你的东西不多，我跟你哥哥可以直接把东西搬过去。裴景修以为我不会堆积太多的物资，然而当我打开冰箱，裴景修、顾言两人看着一排排摆放整齐的盒装鸭血后，不由得抽了一口气。顾言更瞬间红了眼圈。肯定是附近的其他物资都被别人拿走，弟弟才只能收集到这些鸭血。要是自己没有及时到来，岂不是只能天天吃这些？弟弟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我监督着他们把一冰箱的鸭血装进行李箱中，部分装不下的鸭血直接用手拎着，随后跟着顾言他们来到了他们汇合的便利店。看着面前的两女一男，尤其是看着苏玲身上较暗淡的金光，不由赞叹：不愧是女主，这么一朵清纯小白花。你好，顾少爷，我叫苏玲，是空间系异能者。张威是我的邻居，暂时还没有觉醒异能。顾军是顾言的弟弟，可我上辈子却没有见过这个男孩。看样子，顾军应该是在路上遇到了什么危险，没能活着到达幸存者基地。重来一世，我能不能改变顾言弟弟死亡的结局？简单叙旧后，苏玲将空间的越野车放出来，市区的一条主路上，两辆越野车一前一后的往城外方向开去。可还没开多久，前方就遇到了被汽车堵路的成群丧尸。裴景修当机立断做出决定，孔山转身将一旁饭馆的卷闸门暴力开。饭馆里弥漫着腐臭的味道，我立在原地，一脸嫌弃的表情。活命要紧，弟弟，你先忍耐一下。弟弟，丧尸就要来了，先别管脏不脏，咱们快进饭店里去。玲玲，这个顾军也太娇气了吧！顾军，你要是想死，可别连累我们。孔大哥，丧尸快来了，赶紧关门。张卫，你再这么口出妄言，我不介意手上多上一条人命。聒噪！下一秒，我将裴景修手里的唐刀瞬间抽走，提刀迎着丧尸的方向冲去。顾言心脏一紧，下意识要冲过去挡在我前面，可随即便看到所有丧尸都是被砍断脖子，尸首分离。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便解决了40多只丧尸。随着最后一只丧尸倒地，我快速将手中沾着臭血液的长刀塞回裴景修手里。现在不用进这个又脏又臭的屋子了吧？当然，乖乖龙地洞，弟弟也觉醒了异能，一人单挑40多只丧尸。相较于弟弟的实力，原来我才是弱鸡。几步之外，我低头看着自己身上那几滴腥臭的黑青色丧尸血液，脏了，才一点血，没什么。顾言话还没说完，就对上了我满是阴郁的眼睛。旁边的苏玲听到我嫌弃衣服脏，立即从自己的空间中拿出一套干净的运动服，上前几步递过去。顾少爷，这套衣服是干净的，一会儿你可以找地方换上。顺着声音，我看向苏玲手中那套灰扑扑的衣服，没有伸手去接。苏玲见状，很快就明白我是看不上她手里的衣服，于是讪讪地将衣服又收了回去。我扭头看向几步外的顾言，我想回去换衣服。回哪？回公寓。不行，你洁癖我能理解，但也要分下场合。我们今天必须要在天黑之前到达市郊，并且找到安全的地方落脚，否则到了晚上视野不好的情况下，如果开车赶路遇到丧尸，处境会很危险。还从来没有人敢违逆我的决定，你应该庆幸你没有用队长的命令口吻来要求我。我斜向这个小说世界的男主裴景修，感觉到自己脊背一冷，凉气直冲天灵盖。出于直觉，裴景修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。顾军弟弟，前面那片商业区应该有大型商场，你想要什么衣服？一会儿我们去收集物资，顺便陪你逛一逛，而且有苏玲的空间在，到时候你可以多挑一些喜欢的衣服。说出这番话的时候，裴景修自己都觉得离谱，不过他的话确实说动了我。虽说公寓楼的卧室衣柜里也有衣服，但怎么也没有商场的款式多，两者之间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商场。顾言想到我那一身远超常人本事，他好奇地问道：弟弟，你是力量和速度双重进化的异能者吧？孔山也是力量型异能者，但是他拿钢管砸碎丧尸头盖骨的时候，不如你用刀切起来丝滑，你的力气似乎比孔山还要大。我不是异能者，我的力量和速度只是作为千年僵尸肉身强度最基本的表现，不过现在被顾言误会成异能者也无所谓。一路上，我和裴景修一直听着顾言絮絮叨叨，等到达商场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。裴景修刚将车停到商场大门口，附近的丧尸就慢慢围了过来。裴景修原地站定后转身，双手将自己的唐刀呈在我面前。顾军弟弟，麻烦你了。我是警校的刑侦天才，却因为拒绝富婆的追求，被他老子安排做了交警。本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可上岗第一天我就破你了一个大案。进来。报告，实习警员徐林前来报道。你就是新来的实习警员，不错不错，我看过你的档案，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。徐林是吧？我是一大队的大队长赵国栋。大队长好。
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要选择来当交警？我记得你学的是刑侦吧？大队长，一言难尽啊。那就先不说，早高峰要出外勤，咱俩先过去帮忙。现在人员短缺，咱们每个人都得上。小徐，你先在一旁学习一下，咱们交警的工作说简单也简单，说不简单那也是不简单的。好的，赵队，正好我试试前几天获得的系统罪恶之眼效果怎么样。江洪浩，罪恶值38，盗窃惯犯，涉及赃款高达30万，身上藏有刚刚偷到的赃物。如果凭借第一印象，绝对猜不到这个家伙居然是一个惯偷，而且涉案的案值会这么大。现在问题来了，自己现在就是个实习的交警，抓还是不抓？去他妈的，干就完了！抓！头盔，头盔！警察叔叔，我早上出门着急，忘了戴头盔了。呵，小姑娘，不管怎么说，交规是要遵守的，这不仅仅是为了约束你们，也是为了你们好。安全头盔很重要，骑车一定要戴好。现在你可以老实点蹲下了。交警同志，你说这话是啥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江洪浩，卧槽！小徐，这家伙是暴力反抗执法吗？不是，赵队，这家伙是一个惯偷，我发现他身上有不少赃物，所以就直接抓了。把东西给我拿出来。哦，你真行！好了，继续执勤。恭喜宿主抓捕盗窃犯，获得100积分，集齐1000点积分，可参与特殊技能抽奖。特殊技能抽奖听起来就是好东西，老子的刑侦之路，别人想挡也挡不住。徐林，打起精神，真正的早高峰要来了。好的，赵队。不对劲，打开罪恶之眼。陈子超，罪恶值106，绑架杀人，现挟持被害人子女，准备逃离。特殊提示：危险指数3颗星。快点，快点通行，马上就要红灯了。大妈，我来扶你。骑电动车的都慢点。有武器。徐林，怎么回事？赵队，快把他的刀拿开。喂，老许，再派人过来一趟。这次我们抓住了一个当街行凶的嫌疑人，赶紧过来。这小子，咱明明是交警啊，为什么干的是刑警重案的活儿？老赵，怎么回事？这小姑娘是受害者，不过受了很大的惊吓。你现在回去找人做一下心理疏导。什么情况？刚刚抓那个惯偷的时候，我就见过那个小姑娘，然后再次见到的时候，我感觉有些不对劲。老弟，要不要来我们派出所干？你要是愿意，我现在就向上面打报告。抱歉，组织上安排我在交警队，那我就在交警队，哪里都不去。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警校的教官教导我们，坚决服从上级命令。也罢。恭喜宿主抓捕绑架杀人案真凶，获得500积分，还差400积分。接下来，徐林和赵国栋继续执行交通疏导交通任务。可仅过了不到10分钟，徐林再次抓捕到了一个惯偷。又过了大概7、8分钟的样子，徐林又出手了。这次他按下了一个涉嫌多起寻衅滋事和伤害案的青年，一个又一个，再来一个。恭喜宿主抓捕盗窃犯，获得100积分；抓捕伤害案嫌疑人，获得210积分；抓捕盗窃犯，获得110积分，总计获得1460积分。系统开盲盒。我长得爆丑，可校草却每天露出8块腹肌，手捧送鲜花追求我，我不接受，他却强塞给我，我只好拿回去喂牛。一切只因我重生了。前世校草绑定了系统，想要通过送我礼物与我交往换取身体，实现他当女人的梦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末世降临，丧尸先杀男人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校草的赵子谦穿着泳裤，露出8块腹肌，手捧鲜花，正站在我面前给我表白时，林暖，我喜欢你，跟我交往吧。赵子谦这是脑子进水了吧？林暖长得比范高的话还抽象，他怎么会对他表白？对啊，什么眼光？怎么能看上那个丑八怪？肯定是恶作剧，不然赵子谦怎么会瞎了眼？其实也不能怪他们惊讶跟激动，因为我的确是长得太丑了，随意捏造的五官横七竖八的躺在我的脸上，配合着2颗豆子眼，显得格外潦草。更因为常年吃激素药的关系，身材臃肿肥胖，连苍蝇蚊子都嫌弃的人，竟然被校草表白了。上辈子就连我自己都觉校草一定是眼瞎了才会看上我，直到我跟校草交换身体，还没有活过1个小时，便被丧尸残忍杀害，我才知道他的目的。这一世我自然不会让他如愿。不好意思，我只想好好学习，并没有谈恋爱的打算。妈呀，我没有听错吧？林暖那个怪物竟然拒绝了校草的表白，那可是校草爱，这死肥猪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脸？周围谩骂声此起彼伏，同桌柳如烟更是恶狠狠地看着我。赵子谦挑眉，温和地笑了笑，只是将手中的鲜花强行塞给我。不答应没关系，不如这样吧，你把这鲜花收下来，
我们就还是朋友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能接受。既然不能交往，也没有必要给你想念。我不喜欢藕断丝连，跟人搞暧昧。林暖，你这个乡下来的怪物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拒绝赵子谦的表白就算了，怎么能拒绝他的礼物？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学校的，至于要将人弄得这么难看吗？他们明明也不希望看见我跟赵子谦交往，但是为什么我拒绝之后，他们还要在这里指责我？不过今天要是真的拒绝了，只怕不能活着很轻松离开，毕竟丑就是错，丑就是异类。那就谢谢你了。我犹豫片刻，这才接过鲜花。赵子谦高兴了，但是柳如烟看我的眼光却更加毒辣了。我知道我已经激起了民愤，我拿着鲜花还不等下课，就匆忙回了家。而我并不知道，眼前这一幕已经被探子汇报给了军队。司令找到了，真的？在哪里？就在学校。去，给我把人带回来。他身体中含有的特殊血液一定不能落入歹人手里。回到家后，我将鲜花扔进了牧场的牛圈，被黄牛吃到肚子里面。我安静地躺在床上，却有点不明白。要只是因为我是女性，那赵子谦也可跟别的女生交换身体，为什么要非我不可？我难道有什么地方是跟别人与众不同的吗？难不成是我这臃肿的身体有什么特殊本领？不行，得给我爸妈打电话。妈，你女儿得了绝症，马上要死了，你们要是还想见到活着的我，3日之内赶紧回来。说完之后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我知道他们着急，肯定会赶回来的。我又看了看我家偌大的牧场，心中顿时就有了主意。我当即网购物资，并连夜在牧场周边筑墙。第二天我去学校请假，可我才走到学校门口，就又碰见了赵子谦。他的手中依旧是拿着鲜花，看见我之后又走了过来。林暖，我喜欢你，答应跟我交往吧。可是赵子谦，我昨天不是才拒绝了你吗？是吗？我以为是昨天人多，你不好意思。这样吧，你把这束鲜花收下来，我们就当朋友吧。赵子谦是故意的，就是想要趁着人多，故意让我为难。我要是不答应，我会立马被他的拥护者用眼光杀死，唾沫淹死。我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假意收下来。赵子谦勾了勾唇，很快便离开。很快，柳如烟就站在我面前，眼光似有毒一样看着我。怪物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招数勾引赵子谦的？冤枉啊，柳如烟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你看我有这个心，也没有这个本事啊。我长得这么丑，就算我真的去勾引男人，也得有男人要，不是吗？你还算是有自知之明。那个，要不这个花给你。谁稀罕要你不要的东西？记住，要是再让我看见你勾引赵子谦，我不会对你客气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就连教室都没有去，直接就去了办公室请假。班主任也不喜欢我，见是我请假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不过班主任叫我中午放了学再回家。现在是早读课，我去了一趟卫生间，就听到柳如烟跟校草正在转角的楼道说话。赵子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真的看上了那个怪物？柳如烟，别误会，我怎么会喜欢林暖那个怪物？我只不过是觉得好玩罢了。好玩？对呀，你说林暖长得都那么丑了，要是我跟他交往，再把他给甩了，他是不是会崩溃啊？看见怪物崩溃，我真的很期待呢。要是换作是曾经，我可能会忍气吞声，但是末世马上就要来了，我想我也不用忍了。这么想着，我在水池旁边接了一桶水，直接就朝着两人拖了过去。看见人渣崩溃，我也很期待呢。林暖，你这个怪物，你在做什么？哦，原来人渣崩溃是这种表情啊！别再来招惹我，否则你们承受不起我这重量。你这个怪物，洒了水就想走，给我道歉！不可能！我的态度异常的坚决，柳如烟直接就红了眼，我却不管这些，扭头就走。柳如烟还想追上来，但是却被赵子谦给拦住。柳如烟，算了。凭什么要算了？你是不是爱上那个怪物了？我跟你说了，叫你别管这件事。我刚刚回到了教室，柳如烟就把班主任给叫了过来。班主任二话没说，直接就向着柳如烟：林冷，给柳如烟道歉。不，我没有做错什么，我凭什么道歉？林冷，你朝着柳如烟泼水，怎么都是你不对。这件事到各件就算是完了，否则的话，我会跟学校申请开除你。那你就申请开除呗。我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收拾了东西离开了学校，而我前脚才走，后脚就有人军队的人找到了学校。你们学校的林暖呢？林暖不服从管教私自逃课，我让他回家反省去了。什么？你们这群蠢货，怎么将他给赶走了？要是坏了我们司令的事情，你们有10000个脑袋都不够用，还不赶紧去给我找？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住哪里呀。你们要是找不到他，等到末世咱们谁也活不了。进入恐怖游戏后，我人都麻了。当所有玩家都跑得没影时，大 boss 舔了口手术刀上的血，开口问：你怎么不跑？难道是不怕我？问题是我他奶奶的坐着轮椅怎么跑？欢迎进入 S 级副本血红医院，这里的工作人员似乎都不太正常。通关条件：存活5天，副本人数15人，存活人数15人。短暂的黑暗过后，我猛地睁开双眼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诡异的房间。白色的墙面和天花板上沾着成片黑色的污渍，像是干涸的血迹。
屋内一共有5张床，除了我旁边这张，每张床上都躺了一个人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你们都是新人，我是老玩家，这是 S 级副本，你们小心点。S 级、A 级的死亡率都高达75%了。我叫木西，也是老玩家，上一个副本是 A 级，以我的经验，我们最好合作行动。大家纷纷赞同，然后向我投来了怪异的目光。3号床的男人率先开口，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语气里满是讥讽。一个血字，你怎么这么倒霉？就在1个月前，我出了车祸，喜提轮椅一辆，还有什么比断了腿又被选中进了恐怖游戏更倒霉的事情？至少他们不忘把轮椅给你带进来了。行了，别管哪个瘸子了，他只能坐着等死。大家迅速互相认识了一下，组了队，却独独把我晾在了一边。我心中明白，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，我就是个拖油瓶的存在。另一个老玩家复生没有参与讨论，打开了病房的门出去查探了一下，在隔壁502和503病房发现了另外几名玩家。你行动不便，我们没法带着你，你找个地方躲好，躲到第5天一样可以通关。这个匕首你拿着防身。我对这个唯一表现出善意的女生很有好感，连忙道了谢，刚刚接过来，一便突声，门外响起一阵诡异的风声，紧接着有动静从楼梯的方向传来。任务1：查房。护士长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来查房，他似乎脾气不太好，不听话的病人会倒霉哦。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，躲在了床下。我看一眼打着石膏的左腿，于是推着轮椅的轮子躲在了柜子旁边。伴随声巨响，门被从外面踹开，一个穿着一身破布的怪物站在门口，白色的布条胡乱的在身上缠绕着，勉强能分辨出那是一件护士服。他看到了空空如也的5张床，露出了愤怒的神情，接着身体以一个不可思议的动作背对着屋内90度折了过来，那颗头随着他的动作滚落在地上，滚了几圈后直直的看着那个女生。找到你了！女生吓得不停惨叫着，手脚并用，连滚带爬的从床底爬了出来，踉跄着朝门外跑去。其他几人见状，也纷纷趁着这个机会从床底钻了出来，躲进了对面的病房里，还开了条门缝，偷偷往这边看着。在他们不可思议的目光中，我移到了1号床的旁边，努力克服恐惧，把那颗头捡了起来，然后塞进了他的手里。护士把头往脖子上一放，手动调整了方向后看着我：我帮了你，你就不能杀我了哦。跑也跑不掉，我只能另辟蹊径。既然是副本，总会有通关方法。护士盯着我看了半晌，恢复了他刚进门的样子，然后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，推着轮椅把我推回了5号床。不要乱跑。说完就走出去了。此时外面一阵兵荒马乱，过了一会儿，安静了下来。跑出去的人都被护士抓了回来，还被强行喂了一颗腥臭无比的红色药丸。而那个胆小的女生，她怕得浑身都在抖，又哭又闹。护士长几乎没有犹豫，一只手插进了她的胸口，让她永远闭了嘴。喂，5号，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怎么过关？他是个新人，怎么可能知道？哪个新人会去捡死人头？他是故意的，就是想害死我们。那完美通关。此话一出，木西和复生的脸色微变。完美通关也叫极限通关，就是其他玩家全部死亡，只有一个幸存者通关。幸存者通关的奖励是让人想到就眼红的存在。现在还有2个小时。妈的！你们在说什么？所有吃下药丸的玩家都接到了第2个任务，除了你没吃。任务2是什么？任务2，请在22点前找到红药丸的解药。红药丸2小时后生效。3楼的药房里似乎有一瓶蓝色的药丸，或许有用。可是我们现在在8楼。你去哪？我不去，我不需要做这个任务。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吃，你既然知道怎么过关，就由你负责去把药拿回来。我不知道怎么过关。那个护士怎么没有杀了你？你肯定用了什么办法。我怎么知道？你去问他啊。别吵了，一起去。出门时，在门口遇到了另外2个病房的玩家，他们也是去做任务的。3号认定了我一定藏了一手，寸步不离地站在我旁边，还嫌我挪得太慢，主动推了我的轮椅。不巧，医院的电梯似乎坏了，我们只好走楼梯。所有人都看向行动不便的我，意思非常明显。暂时的主心骨附身开了口：你回去吧。不信。然后他一个人哼哧哼哧地把我连人带坐骑搬到了3楼。看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，我沉默了。大家已经迅速四散开来寻找药房的位置，我只能慢慢地跟在他们身后。突然一声欣喜的叫声从前面传来，所有人立马停下动作朝那头跑去。难得的是，3号竟然不忘回来推我。他刚站到我旁边，正要说什么，却突然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的身后。快跑啊！3号惨叫了一声，松开了轮椅，掉头就跑。我身子一僵，连忙去推轮子，偏偏这个时候轮子不知被什么卡住了。我用力推了半天都纹丝不动。我硬着头皮缓缓回过头，只见明明坏了的电梯此刻大开着门，黑色的显示屏里亮着一个鲜红的3字。电梯里站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，和护士不同的是，他的五官轮廓都完美的惊人，唯独那肤色煞白的骇人，手上还拿着一把滴着血的手术刀。妈呀，哪来的这么秀色可餐的怪物？你不怕我？呵呵，不怕才怪。我坐着轮椅怎么跑？他的眼神中带了些许意外，
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，他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前。他微微俯下身子靠近我，一只手撑在我的轮椅上，拿着手术刀在我脖子上比划着，又挪到了我的胸前。从哪儿开始呢？要不给我看看你的心脏吧。刀尖已经刺破了我的衣服，我感觉到了一点尖锐的刺痛，心中一惊，顾不得其他，我一把推开了他的刀，向前一扑，抱住了他的腰。我害羞，要不你先给我看看你的，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我不会直接被他掐死吧？好啊！不等我反应过来，他毫不犹豫地插进了他自己的胸膛，一颗完整的心脏在他的掌心跳动着，胸前只留下一个吓人的黑洞，但他似乎毫无感觉。这血腥的场面害得我险些当场吐了出来，但我不敢，我强忍住了。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现在该你了，要我帮你吗？我和妹妹重登回恐怖游戏前夕，这一次她率先扑到了白发少年怀里，只因她知道白发少年是血色古堡的最终 BOSS。上一世曾帮助我轻松通关，可妹妹不知 BOSS 保护我只是一时兴起，她最爱趁女玩家恋爱脑上头再吃掉对方。倒是那把无人在意的桃木剑，满级后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欢迎来到血色古堡 S 级副本，初始玩家10人，现存10人。在正式进入游戏前，大家可以随意挑选房间里的物品，但只能拿走一样。挑选通道将在10分钟内消失。祝各位玩家游戏愉快。长桌上琳琅满目的兵器以供挑选，但总数只有9个，玩家却有10人。白发少年 NPC 费拉德拘谨地站在桌前，向我们介绍每样武器的用途。他刚介绍完，妹妹苏倩便迫不及待地扑到他怀里。既然系统说只能拿走一样物品，那我挑个人也可以吧？嘻嘻，个人玩游戏太吓人了，哥哥保护人家。乐意之至，美丽的小姐。苏倩靠在费拉德怀里，得意地冲我笑。我瞬间意识到，她也重生了。上一世我没抢到趁手的武器，在费拉德的帮助下才勉强通关。苏倩只看到费拉德对我的偏爱，却没注意到他说话时总是盯着我的脑袋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这下好了，不用羡慕，那把他看不上的桃木剑是我的了。副本正式开启，请玩家就位。任务，请躲避监管者的追捕，寻找散落在庄园中的秘宝。温馨提示：秘宝附近有吸血蝙蝠驻守，听到超声波呼唤的监管者会在2分钟内赶到。玩家被传送到庄园，血尸们蜂拥而出，嗅着气味向玩家靠近，胆小的眼镜南下的尖叫。下一秒，血尸回头，猛地扑上去将他啃食殆尽。玩家们脸上露出不忍的神色，却没有一人敢上前营救。老玩家马上注意到，血尸被挖去了眼睛，只能循着声音和气味找人。我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打算按着上一世的记忆去取附近的秘宝。还没挪动几步，苏倩将我撞倒在地，而她却扑到费拉德的怀里。哎呀，好可怕！哥哥保护我！狮群的目光齐刷刷看向我，张开血盆大口扑来。我猛地爬起，用手中的妹线砍断了血尸的脑袋。苏倩看我没事，气得脸都绿了。其余玩家抓住机会，尽步散开去寻找秘宝。丁，物件已升级，当前等级2，特殊效果，震慑周围怪物，减少其攻击欲望。太好了，这就升级了。杀死一些血尸和吸血蝙蝠后，我在墙角找到了秘宝。远处一团黑影向我靠近，这是监管者来了。我朝反方向疯狂奔跑，等我到出口时，已经精疲力尽。丁，物件已升级，当前等级3，特效效果，小幅提升持有者的力量与速度。苏倩衣着鲜亮，神采奕奕，她和费拉德调情，笑得花枝乱颤，见我活着回来，颇为失望。姐姐真是不走运，我们在费拉德的带领下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秘宝，拼命打丧尸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你现在要是跪下来求我，我还能顾念旧情，让我家亲爱的帮你一把。玩家们脸上隐约露出感激，短时间的相处让他们以为费拉德是个好诡异。掂了掂手中已经3级的桃木剑，我不由分说扇了苏倩一巴掌。你发什么疯？打你就打你，还要挑时间吗？死绿茶，刚才撞我的回礼，你要是嫌不够，我发善心，帮你把另外半边脸也扇肿。你竟然敢打我！知道我家亲爱的是什么身份吗？哦，什么身份？苏倩咬牙刚想说些什么，背后传来一股浓浓的黑压，来自费拉德。费拉德难不成还有什么隐藏身份？对啊，刚才我就觉得奇怪了，鬼医们见到他都不敢靠近，难不成？什么身份？关你什么事？苏倩慌了，她不敢暴露费拉德的身份，只能狠狠瞪着我。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你！我握紧桃木剑，做好迎战准备。费拉德不知从哪变出一盘蝙蝠形状的曲奇，拦在了我们中间。宝贝，别打了，打伤了我会心疼的。这盘曲奇是我的鬼怪朋友们特制的，吃完了伤口马上好。还是乖乖知道心疼我，难怪姐姐要发疯，嫉妒心重的女人啊！啧，这饼干闻着好香啊！大家都来吃吃看，不用客气。淡淡的黄油香弥漫在空气中，勾得人食指大开，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。他们的肚子早饿扁了，但到底都不是傻子，怎么会轻易吃诡异给的东西？
没想到大家这么不信任我。下一关卡危险重重，这饼干有诡异的食物特质，能混淆人类和诡异的气味。我也是好心。一听到能混淆气味，众人咽了咽口水。大部分诡异靠气味分辨异类，若是能在嗅觉上蒙蔽他们，那生存概率也会大大上升。玩家们蜂拥而至，将饼干抢了个精光。费拉德，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兄弟了。爱死你了，呜呜呜！人间自有真情在，你这样的好诡异不多了。苏茜吃完饼干，得意洋洋地搂着费拉德的脖颈，像打了场胜仗。费拉德却推开了他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手里的饼干足足比别人的大上2倍。刚刚打人这么用力，手肯定受伤了。我望着他猩红的双眸，接过饼干，捏个粉碎。谢谢你，但我从不吃嗟来之食。第2轮游戏开始，准备好了吗？初始玩家10人，现存8人。任务：在赤色民宿中过夜，并找出潜藏在民宿中的活人。温馨提示：对于没礼貌的客人，主人有诉侵权。在游戏结束，没能猜对的玩家将变成民宿的一部分。玩家们开始松懈，在诡异中找一个活人，这还不简单？还真的不简单。第一间民宿是个挂着喜字的古宅，主人是个身穿婚服的小脚女人，红盖头将脸挡得密不透风，唯有一双青紫色的手露在外面。第2间民宿是个冒着腥臭味的屠宰场，主人是个手拿砍刀的屠夫，他的脑袋被细线缝合过，手指比别人多一截。第3间民宿是被大火灼烧过的现代楼房，主人是一对双胞胎小女孩，白裙女孩手里抱着娃娃，模样是照着红裙女孩绣的。第4间民宿是破烂的茅草房，主人是个拴着脚链的孕妇，正小心翼翼地护着肚子，下身血流不止。系统在玩文字游戏，实际上真正的活人被藏在了孕妇的肚子里，诡异没有生殖功能，根本不会怀孕，是活人在肚子里拼死挣扎，刮破肠道，才导致血流不止。前3晚，玩家们平安度过，终于轮到进入孕妇的民宿的那天，玩家们围在一起商讨对策。我提议，我们合力切开诡异肚子，救出里面的活人。诡异生前也是人，这么做也太残忍了。姐姐，你好狠的心。